走，这个啊，就这种，就这个是吧？这种小的就可以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？哦，那就只有一只了，没有别的颜色。这是咱们品牌的新mini，你这样，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。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，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一边开一边关？对然后它就 Hello，平时就这样。丽姐，哎，小飞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对有段日子没见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，你说这个 mini 款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你想听我的建议吗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。 ？OK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一只新款的，还有好东西。试一下。好啊。来，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，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。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，我们还是个寻找者。这么多包包，这么多产品，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。这包来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哇，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？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，绝对是巴黎的春天。是吗？那给我包起来。这边请，来。就这个。想看一下这款包。来，给我。是你看的那款吗？丽姐，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我去招呼你。啊，好的，那你先忙。 OK。他们多少钱啊？嘿 ，Hello，怎么样？有决定吗？我知道这个。有眼光啊！请问这个能打折吗？啊，奢侈品这东西呢，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，都不折不扣的，对吗行，那就这个了，我去下单。 ？OK，来，站一下那我帮。您包起来。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那我先走了啊。 OK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店长，你刚太厉害了。其实你不了解，像丽姐呢，她有社会地位，有经济能力，买一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，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，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。而刚才那小情侣呢，刚刚接触奢侈品的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、最牢固的客户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莫欺少年穷，我要的是未来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你不过来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，看起来有没有喜欢的？这个，好，这个，好的这个， ，OK，好的。还有这个，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？这4个不要，其他的我全要了。包装包好一点，送人用的。嗯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杰瑞，除了这3个之外，所有的包包起来。哎呀，这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去惩罚，得那下死手。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没有密码，给我送到车上吧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说一句话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？老郑，针对我们品牌的 VIP 客户呢，如果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，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，然后您看，要喜欢的话可以来店里面看货。你说，他是半个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，真的假的？我刚试说看他咋那么眼熟呢，后来我百度了一下，就是他。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要到了。哎，来，加油！高姐，哎，小飞你来了，坐，你来晚了啊，可得罚酒。按规矩，深海炸弹。哎呀，没事，不用的，扣扣姐，这是规矩。
可可姐说的对，那个还是按规矩来，我罚酒3杯。靠谱。哦，这是什么喝法？枸杞配啤酒。可可姐，你这朋友啊，够养生了嘎。靠谱啊！是不是特别重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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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算静的了啊，算静的了。对对对，回头姐妹们啊，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。感谢捧场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小飞啊，就是好酒量。喂，哎，副经理，哎，你好。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，卖了1箱包。您知道这事儿了？对，是我承认今儿销量还可以。我不是来表扬你的，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非常不专业。我不专业？不会错的，刘总加了你微信。我必须得提醒你，这次投诉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。不是，喂。就这个颜色不错啊，很合适，看一看。店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说2句话。店长，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，也不知道要什么，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，我实在搞不定了。法语啊？那您觉得这款呢？我不想要这么浪漫的，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。Classic bon。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，让我也撞上了。小飞，你未婚夫怎么这么快走了？没事来喝一杯。他回公司了，每次陪我逛街，他都找借口走。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？没有耐心。说是没有耐心，但反过来说事业心挺强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，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？不会，店里有人看着，我是店长，又没人管我。没想到，以前那么调皮捣蛋的你，现在怎么了？现在有点事儿。哎呀，没有。这想想差不多得有10几年了吧。哎呀，所有事都在变化中，都会变，对吧？来，你要有什么事的话，咱们俩都这么熟了，你直接跟我说吧。小飞，嗯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你还单着吗？单着呀，我这不一直单着吗？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，我喜欢一个人待着。那个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我呀，就那样呗。大学毕业之后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，然后家里人介绍认识了他，是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，这不就快要准备结婚了。挺好，挺好。小飞，嗯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时候让我遇见你，一定是上天的安排。所以，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。那个，行。我结婚你能送我个包吗？啊？就当是随份子了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。来。干杯！
谁发信息呢？这么开心啊？小飞，我这不是群里跟人斗图呢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表情特别多吗？我这个场，哎，发点动图啊。斗图你算是碰到祖师爷了，等着啊！哎 ，OK， 好了，哎，喝酒。哎，就这10个动图就够你们玩一阵了。10个，不是9个吗？10个吗？9个呀。我发了10个呀。怎么了，小飞？没事。这事儿只有咱们3个集体出动，才算完美的代表了组织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，我可能去不了。什么情况你？刚刚来的通知，下午去趟公司，晚上还有个商务局，肯定是推不了的。刘总，这里是我每天跑步的路线。今天找你就是想一起跑一跑，跟得上吗？跑步啊？我穿这身跑步啊？那算了。哎，刘总，哎，你等等我，刘总。行不行？行。3公里20分钟，还不算太费物。哎呀，我今天啊，装备不是很到位，改天等我装备齐全的时候，别说3公里，就是30公里，绝对不在话下。走了。哇，哎，等，那个，我住楼上，要不咱们去家里坐坐？去你家？我是说，咱们要不要把那个狗给接上，然后遛个狗什么的？套路我呢？不是套路。江小飞，遛狗这事儿，是你对女人的杀招吧？哎呦，真不是杀招，您真想多了。我就是想遛狗，女士得先去男士家一趟，遛完了还得再回去一趟，那一来一去就是2趟。女士对男士的家的环境有了熟悉和放松感，那男士想对女士做什么，不就是顺水推舟了？其实是这样的啊，白天您发信息给我，我觉得你有话跟我说，但是刚才您又没跟我说什么，所以我想多接触接触，再聊聊，看看您是不是有事儿跟我说。没什么。动作。哎，刘总。上车吧。哦，行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吧。刘总，您这是？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在这儿啊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，刘总，我不是特别习惯。你到底行不行？
行，您都行，我有什么不行的？那你换上吧。上次你说衣服不对，这次给你买好了，赶紧换上。你跪着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跪着拿衣服，显真诚点吧。我先跑，你赶紧跟着我来啊！快点啊！哎，又是跑步，疯了这样的。今天装备齐了，怎么速度还是跟不上啊？我是觉得在您后面点跑，有点守护您的感觉。不需要，您跑啊！刘总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岔气了，歇会儿。才刚开始跑你就岔气儿了。告诉你，我在朋友圈步数从来就没有低过前5。这样吧，你自己打车回去了，我走了。啊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咱今儿啊，也别朋友圈前5了，咱必须干第1，行不行？就是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，就您这么练我，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呀？我知道，你这种女强人啊是这样的，就工作太多了，太繁忙了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就负能量爆棚，跑步咔散发出去。OK， 没问题，今儿我陪您，好不好？我陪您，咱跑掉烦恼，咱跑掉困扰，咱燃烧我的卡路里，好不好？走。哎，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，那简直就是撸串小神器。看什么呢？丽丽给我推荐她的减肥利器，哎，真的可好使了，看看店长。哎，把链接发给我啊，待会送人用。 Yes sir。 OK， 谢谢。要不要我们再多买几个？刘总，哎，刘总，有时间吗？这个大中午的夜跑步啊，我这刚吃2汉堡没消化呢，能不能？今天不跑步，你去换身衣服吧，陪我去个地方。行，那您稍等啊。刘总，这个地方是？我父亲在这儿，伯父没什么事儿吧？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老年痴呆。最近，我父亲的病情有恶化趋势。是这样的，我父亲有一个心愿，他希望我能找一个安稳的人，共度以后的生活。所以我今天找你来，是希望你能扮演一下我的男朋友，去看望他。你放心，今天下午业绩损失你评估一下，一切损失我来补。不是，这跟业绩损失没关系啊，就是骗人是不太好。这怎么能是骗人呢？这是你在帮助我。走吧。不，那个，你看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男朋友什么样我也没见过，对吧？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万一……我没有男朋友。走吧。您稍等啊。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假扮男朋友这个事儿，去还是不去？去。哎，人呢？爸。哎，哎呀，哟，医生啊，一来的正好，你帮我找找眼镜，我这眼镜不知道放哪儿了。爸，在这儿呢。哦，来，这样，哦。哎呦，怎么放这儿？舒服吧？
哎，我认识你啊。好巧。不，你就是那个把红旗缠在手上，啊，把中国人带出非洲的那个英雄啊。爸，那是电影《战狼》里的演员，人家叫吴京。爸，这个是我大学男朋友向小飞，你不记得啦？哦，我说呢，一表人才。哎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哎，不是，你是盛楠的男朋友，那你为什么不把盛楠带来啊？是这样的，盛楠他工作比较忙，所以今天来不了。但他说过了，有空就来看您。哦，盛楠的男朋友啊，好啊，来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好，过来，我看。身体、发肤都很好啊，受之父母啊。是，好样的，不错，不错，来，坐。哎，对，坐这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芬迪店的店长。芬利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卖衣服和卖包的店的店长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哎，医生，你出去吧，我们俩没事儿，我们俩聊会儿天儿啊。好，你去吧，忙去吧啊。哎，盛楠没来，我给你说一个秘密。您说。盛楠，你别看他像个女强人，其实他胆子很小。小的时候他妈走得早，他就怕孤独，所以呢，你以后啊，要好好的陪他，多陪他。伯父啊，我这么跟您说，就从今往后啊，盛楠要是下班了，晚上我接他去。他说晚回来呢，我在家做好吃的，就等他回来。他说喜欢漂亮衣服啊，我就把那些漂亮衣服新款都给他留着。总之一句话，我绝对不让他孤独，您看行吗？哎，太好了，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放心。好。哎呀，太不大了。爸，来吃点水果。好。哎，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刘总，我刚才没说错话吧？非常好，随口就可以胡说八道，是个好 seller。但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父亲第一次见你，他居然认识你？其实我觉着吧，可能伯父也不是认识我，但是呢，他老担心你，总希望你身边有个人照顾你。时间长了之后呢，总觉得那个人是存在的，他把我当那个人了，所以说就这样了。怎么了5年前，我父亲病发，后来就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，去做那些我应该承受的事情，让他放心。其实我身边最终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太在意，我也不需要，我只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好起来。我更希望他能够记得我，认识我。今天很谢谢你，但是我现在要赶回去开个会，晚上8点我请你吃个饭。不用，你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8点我去接你。就这些。先生，您呢？哦，我跟他一样就行了，谢谢啊。好。你很聪明，点一样的，
是潜意识里想让我明白，我们没有距离，是一类人，可以更近一点，对吧？不是，你平时都想这么多吗？我是觉得你的选择应该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我跟你选的一样。还有件事啊，今天我帮你这个忙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你没有必要这么隆重的感谢我的。我是真的想感谢你。朋友之间还需要谢谢吗？我有说过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？哎，你小心点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刘总，出了点情况，受今天一则小报消息的影响，我们今天的股票跌了7%，而且还得持续下跌。我怀疑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放的假消息，在干扰我们最近在浦东的那2个 case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走，看什么呢？见鬼了！自己看。那个刘总啊，我知道您今儿心情不太好，但是其实您没有必要送我回家。老郑，你先下去一会儿。我心情不好吗？我先表个态啊，就第一，这件事呢，绝对不是我做的，也不是我安排的，我没有那么小人。第二呢，我也想办法去澄清这件事儿，我不会让别人欺负您，不会让您受委屈，这是我的表个态。我说过需要你做什么吗？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竞争公司放出来的虚假新闻，根本不值得我关注。哎呀，这就算是虚假新闻，这也让股票掉了8个点呢，不是小数目，这我也承担不起啊，是不是？你很关心我。哎，你是我朋友，我当然要关心你了，不能让别人欺负你啊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朋友，再帮我一个忙。行，您说话，我义不容辞。哎呀，来，回来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倒是说呀！刘世南想找我了？不会吧？这是要灭口啊！那他想干什么呀？哥们儿可能要结婚了。阿飞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阿飞很清楚阿飞的人格不咋地，但是阿飞还要用人格来担保。您说话，我义不容辞。咱俩结婚吧。哎呀，他这会儿了，还能开这玩笑？我从来不拿感情开玩笑。我承认，就是这次他们子虚乌有啊，但是我也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澄清这件事情，咱没必要死扛啊，是不是？那只能说，他让我最终下了结婚的决心。您也这么着急脱单？第一，
我需要一个名义上的丈夫来堵住别人的嘴。第二，你这个人平时油嘴滑舌，目的性很强，但是真正做事的时候，还是有理有据的。五官端正，性格善良，身体素质经过几次夜跑能看出来，还算可以。家境虽然父母离异，但家世清白，感情前史干净，是个可以结婚的标准男人。那符合这些要求的人，其实说实话，并不在少数啊。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父亲喜欢你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父亲连我的名字都想不全。但是今天清护工说，他一整天都在喊你的名字。从小到大，其实我父亲没有为我做过什么，因为他太忙了。他唯一做的就是把公司留给了我。直到我坐上了他的位置，我才体会到他一辈子的艰辛。我一直认为，他这辈子唯一的心愿，我必须做到。所以，我一直在物色人选。那8%的股价波动，让你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。因为与其让他们胡说八道，还不如狠狠给他们打脸。不是，关键是您喜欢我吗？我承认啊，就是您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人。结婚其实我还没有特别想好。没关系，那就当我刚才跟你说了一个笑话吧。没事儿了，你也到家了，下车吧。失败了又怎样？换下泪水，我照单全收，怎样努力？停车。还好又怎样？怎么了？我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吗？什么意思？行，咱俩结婚。其实说实话啊，我从小的家庭给我的感觉，可以说点小的阴影吧。我一直不相信爱情，我不相信婚姻。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？你父母是他们的事儿，你是你。那些阴影确实是造成了，我挥之不去的，所以导致我现在我不相信婚姻，我也不想结婚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当他车开走了那一瞬间里面，我想了好多。我觉得刘胜男，他是我喜欢那种御姐型的。而且他经济能力、经济实力就不用我多说了，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20年以上。但是你这样，是不是太现实了？非常的现实。只有爱情就可以吗？还有很多因素的。以前爸妈在一块谈恋爱很好，但后来呢，吵得整个镇子鸡飞狗跳。就因为我妈觉得我爸不够努力、不够上进，他没钱挣。但我和刘胜男之间呢，没有这种困扰，因为刘胜男经济能力非常强。所以我跟他可以先达成目的，就是我们结了婚，然后慢慢谈恋爱。小伙子想的挺通透的，可你确定你收心了吗？你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如果让你现在走入婚姻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接受，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收心。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如果说刘胜男这次我不抓住他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后悔。哎呀，我还是略有点担心。顾老二，你听不出来吗？小飞已经想通了，他这婚想结，咱们哥几个就祝福他。
总归这是一好事儿。但愿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结婚之前都能反悔的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对啊，再怎么说还有1周的时间呢。什么呀？1周？这么快？你订酒店的时间都不够啊！人说得很清楚了，结婚所有的事宜全交给你去处理。至于酒店嘛，我们集团旗下有3家5星级酒店。至于价钱嘛，无上限。哎呀，有钱真好啊！给点建议好不好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看我没用啊，我没结过婚。你别看我结婚这事儿，我不比你经验多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夏小飞，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能追到岳子倩的话，你都能在1周之内闪婚。现在你在1周之内闪婚了，那我追岳子倩也有戏了。什么脑回路啊？你这是？喂，哪位？你要结婚了？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哪位啊？我是，还谢谢。田小雨。不是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你把我电话删了？不是，我这个手机中病毒了，这很多信息都没有了，中了木马。向小飞，手机会中毒吗？你还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，不是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家楼顶。在楼顶？哎，不是。喂喂，小雨。哎呦我去！小雨，你等会儿，你别跳，你别跳，我求你了，你是世界上是最好的女孩，这个世上最好的就是你了，没有人比你好。我是不懂得珍惜，所以说我错过你了。但是老天爷是公平的呀，这老天爷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男的的。你别想不开，你别跳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下来好吗？大哥，你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想打电话祝福你一下。不知道你上天台干嘛呀？你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当然跟你说我在楼顶了，谁知道你就这么过来了？那你挂什么电话呢？我就想逗逗你啊。你逗逗我？你这么大人了，你有意思吗你？刘总，时间快到了。你还说我呢？你多有我。小飞，你还接不接活了？哎呦哎呀，你这，哎呦几点了？几点了？让我看一眼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哎呦我去！快快快！哎，这边，衣服，我帮你拿，赶紧洗漱去。你要快点洗漱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来不及了。已经迟到了，快点！把衣服换了啊，赶紧！我只有现在去换。因为你，我把婚礼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向小飞，希望这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迟到。我保证，我再也不迟到了。那里有3张卡，一张是别墅的门卡，以后是我们的家。啊。还有一张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。听说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 happy。那以后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，就只能去那家。如果去别的场子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看我儿子多帅啊！啊，他这几个朋友真是齐。是个大帅哥。放松一点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走吧，走。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，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，同时也是向小飞先生的伴郎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，向小飞先生和刘胜男女士的婚礼正式开始。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2位新人入场。出来了！据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，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。 什么情况？是不是车出问题了？啊！我差点害了小飞。你各位，我们的新郎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，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，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唯一的女神。 对，那个啊，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，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。没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，牵着新娘的手，回到主舞台上。 爸，爸，爸，我知道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盛楠就是夫妻了，我会好好爱的，好好照顾的，你放心，放心。 盛楠，爸，我把我女儿交给你了，谢谢你。
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是要睡在这里，还是要进屋睡啊？我应该进屋睡吧。你那么聪明的人，在这给我装傻呢？我觉得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，要是这受法律保护的，对不对？要是进屋睡的话，应该也不算犯法啊。还不赶紧！哎，进屋之前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牢记在心。你要把眼睛闭上吧。哎！那不先把灯给关上了，哎，老婆，我给你炖了那个银耳莲子羹。临时决定飞趟英国，有个紧急会议。刚起床就要走啊？你辛苦了，下次回来吃。走了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. 哎，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我没有点外卖。不会啊，您不是向先生吗？你稍等啊。向先生啊，是我老郑。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达，您收到了没有？你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？您不是求婚假吗？刘总吩咐让我照顾您的生活起居，我呢就给您订了份外卖，是您最喜欢的湘菜。他怎么样？安全到英国了吗？电话也打不通。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？向先生，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也不接电话。问题我是他。算了，没事。顾老二，我一会儿闪送些外卖给你，你收到跟我说一声啊。喂，老婆，你从机场出来了是吧？给你发微信看见了吗？今天晚上杰森请客吃饭，千载难逢。我去不了，还有一个会，我赶着回公司呢。不是，我是想难得聚一下。再说了，咱们结婚的时候都帮忙了，还没一块吃过饭呢。抱歉啊，这样吧，你替我准备一份礼物，好吧？那行吧，那路上注意安全，到时候跟我说一声吧。好，挂了。
务员，你们家还有什么好酒啊？把最好的酒再来12瓶，敢吗？哎呀，我去！你们这帮女人想造反是不是啊？哎，既然他们叫板，那必须跟他们喝啊，是不是？喝倒他们，拼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这酒量吧，基本上也到上限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火焰很高，很危险的。来，我们到那边去看。来，我保护你。很久以后啊，大家才发现，迅速燃烧而起的火苗虽然没有灼伤任何人，却如同隐喻，似乎早已命中注定。这个面膜要敷平啊，那不敷平的话会有皱纹的。皱纹？在那个眼神飞来的一瞬间，我强烈的求生本能告诉我，要小心。哎呀，我也是听说而已嘛。那皱纹这种东西你是肯定没有的，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老婆永远是最美丽、最大方、最有气质的女人。那天我们4个女生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4个人谁看上去最年轻啊？哎，提醒你啊，实话实说。我觉着啊，其实你们4个都差不多，不相上下。教科书式的标准回答，既赞美了他，又不至于过于虚伪。哎呀，哎，别聊这个了。那聊聊我们呗。这个聊聊我们是聊哪方面啊？昨夜波澜壮阔，今日海枯河干。不能再这么被动了，再这么憋着，心态都炸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向小飞，我得找回我自己。你是我此生的责任，但也是此时的障碍。要不然，咱俩一会儿再见。
我上个厕所去，一会儿要什么东西啊？就跟服务员说，服务员他们要什么点啊，从这里面刷。搁这儿了啊。老婆，玩儿挺开心啊。不好意思，把你接回来了。扫你兴了？哎呀，不存在什么扫不扫兴的，就是哥几个闲着无聊一块聚聚呗。和哥们儿聚会当然可以了，但是你的婚戒呢？我别找了。老郑，向先生，这是您跳舞的时候掉舞池里，我帮您收起来了。向小飞，如果你还尊重婚姻的话，请你以后务必戴上婚戒。哎呦，我肯定尊重婚姻的呀。我是这样的，最近一直收拾这个打扫那个的，老是洗洗涮涮的，我怕把它弄坏了，所以说我就给它摘下来放裤兜里的。没想到不小心掉出来，我没注意。编造这种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很没有意思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难道每天要生活在谎言当中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们俩结婚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点？从结婚到今天，一共2周过去了，你在家只待了3天。不是，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就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，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丈夫啊？你给我的直观感受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对你来说，我还没有你工作重要，可能甚至还比不上你的一个岳阳电话。OK， 你有工作，你有事业，你有梦想，我承认，我也赞同，并且支持，因为我是你丈夫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，咱们俩是夫妻关系，要平等的。你也可以支持我，好吗？我们之间是平等的，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是前提要遵守我们的约定。我们的约定并没有约束你的自由啊，它只是让你更加的合适我。而且你可别忘了，向小飞，这个约定是我们婚前就说好的。我这个人最重视的就是承诺。你一个大男人，难道要对自己说出的话不负责任吗？行吧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那好，之后的事情听老郑的安排吧。不好意思了，向先生。按照董事长和您婚前的约法协议，这3天我要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拿走，你得在家好好反思，不能出门。您的饮食我会为您订餐，还有这个。监控啊！这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为了避免您再次违规。这限制我人身自由行吗？再说了，协议上没写过这条啊。向先生，这是补充协议，您是不是没有好好看呢？是不是你没在家？刚给我发来微信说被刘向南给绑回来了。小飞，开门啊！哎呀，我出不去。什么情况啊？对啊，不让你出门啊！盛南说了，这几天都不让出去。哎，这样，他不让你出来，但是我们3个进去，可以吧？哎呀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你们进不来。行，微信，微信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别说话，我先把房间里面的声音打开，音乐打开，有监控，有录音。你这怎么连人身自由都没了呢？嘘，走走走。这边，这边。
搞清楚地形。嘘，小点声。回来，这边都能拍到。这也是怪我，当时啊太操之过急了，有点后急。这箭在弦上，一咬牙一跺脚，给他签了个不平等条约。哎，老婆，来，我今天是要开心的疯掉了。什么东西？签字吧。慢生气啊！总结下来3点：第一，晚上12点以后不可以独自出门；第二，不可以跟任何女孩有非工作上的联系；第三，婚戒不能离手，要担起丈夫的责任。向小飞，你可以不签，如果不签的话，就不可以跟我同房。还有问题，我签。行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？那我先工作了。事业心挺强啊。你这就是一霸王条款，你这上哪儿去告肯定都能赢。老二，你别闹了，上哪儿告去啊？这事去法院告，嫌不嫌丢人？就是啊，再说了，就禁锢3天，我想3天嘛，这忍忍就过去了，是吧？你3天之后怎么办？小飞，刚看了一眼，这房子确实不错，但你这日子过得有点奇怪啊。哎呀，是感觉有些奇怪，但你不说了吗？总得有人下地狱，是不是？那我得趟趟路吧。那总不能趟到一半就不趟了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他好好聊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没事。你们来陪我喝一会儿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来，别的事儿明天再说吧。来。忍让磨合不都废话吗？没点别的东西吗？
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拼图了。你还挺有童心啊。不是我上厕所呢，你干啥？又是没见过。那你不干嘛？我是想过来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要出差。谁知道你上厕所上那么长时间，谁稀罕看？那你注意安全了。你今天还要在家里好好反思一天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。走了。表现不错，继续保持，慢慢拉吧。哎呀，郭老二啊，你真是我的吉祥物啊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啊，你可要早点回来啊！万一你们家那母老虎回来了，我可招架不住。你放心，他在外地出差呢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你就这么出去啊？哪能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兄弟们，大恩不言谢啊！等我胜利归来。前面这车那么熟悉，是向先生的车吧？不是，他在家呢。来让一下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好不好都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小飞啊，怎么好久都没出现了？咱们姐妹们都以为你不做了呢。哎呀，我怎么会不做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向小飞在上海时尚圈里面还算一个小小的定海神针，对不对？要没有这定海神针呢，上海时尚圈那就要掀起惊涛骇浪。但是呢，我要说明一点，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看见我呢？我就是请了一个小小的婚假。哎，小飞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怎么了？你结婚为什么不叫我们呀？这个婚礼办得很小嘛，就是亲戚朋友一桌，喝点酒，吃个饭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没有惊动你们了。这么保密啊？你看他做什么的？不会是哪个名人吧？哪有什么名人，最多是个人名。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，做点小生意而已。做什么生意啊？监控设备。监控？哎呦，那不是把你监控的牢牢的。啊，没。哎，你是不是怕老婆呀？怕老婆这个问题得这么说啊，虽然说我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，我说东他不敢说西的。那有一句算一句啊，我的工作他还是很支持的，也跟我说今天让我玩得开心。他问我跟谁见面，我说跟我的 Queen 见，对不对？行吧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，这包包和衣服啊都是皮囊，装饰外表的，皮肤呢还要自己照顾。
多多的保养啊，这么多年，感谢啊，这么多年感谢照顾啊，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付酒钱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？你的兄弟演得很好，但是他忽略了3点：第一，你从来不趴着睡觉；第二，他的腿比你短1截；第三，他没有剪脚指甲盖。江小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之前之所以选择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哪怕只是协议而已。但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我，挑战我的底线。我今天也郑重的通知你，如果你再这样，我无法容忍。不是，我想问一点啊，没搞清楚，是不是我们俩结婚之后，我谁都不可以见，只能在家待着，不能见朋友，不能见兄弟，不能见客户，都不可以？见客户当然可以了。你大可大大方方的告诉我，为什么要选择欺骗我？我也不想骗，但是我怕你生气，你很容易生气啊。是因为你心里太清楚了。他们不仅仅只是你的客户而已，他们还是一群可以跟你一起花天酒地、寻欢作乐的庸俗女人，在你那儿买几个包，只是想炫富而已。在你的3观里面，可能他们是庸俗了一点，但是我希望你搞清楚一点，无论是庸俗的女人，还是买包为了炫富的女人，我毕业之后能够留在上海活到今天，就是这帮老朋友、老主顾，他们给我一口饭吃，我才活下来的。是靠你的3寸不烂之舌和鬼混生存下去的吧？鬼混？我告诉你，刘胜男，在你这儿可能是鬼混，但是在我这儿叫求生之道。我没有很显赫的家庭，我没有经济能力，我也没有很高的学问，学历就是这样摆在这儿看着呢。我怎么立足啊？我在上海立足只能做到一点，让所有的客人、所有的女人来到我店里面，高高兴兴的来，满意的走，就这样。我的工作，我的职责就是这个。你别拿这个表情来看着我，你不用嘲笑我。我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大精力把这帮朋友给稳固下来了，是，他们就算倾家荡产到我店里去，把所有东西全买光，对你来说小事一桩，但对我来说呢，是业绩，是能力，它能改变我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不够好吗？你觉得我很有钱吗？是我有钱，但我也缺钱。刘胜男，我希望你清楚一点，你有你的梦想，你有你的事业，我也有梦想和事业。虽然我知道这个梦想和事业非常的渺小，但再渺小，它也是梦想。你的梦想我可以帮你啊！我想要好好做啊，我想要做大，想在上海立足啊，出人头地啊。但有个前提，是靠我自己，不是靠你帮我。我希望所有人尊重我，而不是把我关在家里面，拿监视器看着我，跟狗一样拴在那儿。我不想这样啊！如果你觉得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全是鬼混的话 ，OK， 我没话跟你讲，好吗？向小飞，今天是我话说重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
委屈你了。石楠，对不起啊，有些话我不敢说。你真的懂得心疼我，陪你的快乐只是不想。问你件事儿，明天下班之后有安排吗？怎么了？你要是没有安排的话，等你下班了我去接你，咱们一块去看看爸爸，咱俩好久没去了。渴望像烟火点亮你的夜空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其实爱我，但有时候我却依然觉得这还只是一份协议，未来何去何从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觉得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全是鬼混的话 ，OK， 我没话跟你讲，好吗？哎，老婆，这么早视频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现在几点钟？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，巴黎时间晚上12点。7点啊，那我应该要起床了。那你回来了？刘胜男，你欺负人，刘胜男。你啥时候能回来？你回来，老婆，老婆回来呀！嫂子，看看监控吧。刘胜男，你太欺负人了，刘胜男。我想娶的老婆是在家的老婆，不是想娶一个在手机里的老老郑，马上给我订明天早上最早的飞机，我要回去。不欢迎我？啊，没有，不欢迎你，我当然欢迎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哎呀，欢迎回家。不知不觉，飘飘，我们已经聊了3个月了。这3个月有什么收获吗？你的话帮了我很多，让我心情没那么压抑了。而且我也开始习惯了没有太太在身边的生活。但可能人就是不能闲，一闲下来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和他结了婚以后，他总是不在家。照理说，比起别人来，我看起来还是自由的。但有时候这种自由，却甚至比束缚更可怕。人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也没有绝对的束缚。别那么悲观，生活的路上总是充满坎坷，有时候就需要放松自己，去加把油，然后继续上路，继续前行。放松点心态，你可以的。和你聊天，真的犹如
微风拂面，沐浴阳光，好舒服，就像回到大学时光。谢谢你，有机会真想和你见面。兄弟们，我想学校了，今晚重走青春路，回学校踢球，意下如何啊？今儿喝了这么多酒，只有我担心你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摔跤。哎呦，我去，哎，那个小白哥，这样啊，昨天晚上，就是后来咱俩，这没干什么吧？大哥，你别说那么猥琐行吗？杨元海把厕所都吐堵了，然后你陪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当然你是在外面站来着。后来我们就回去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就是我就问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什么事儿？有啊，你很贴心，很绅士，你还像当年一样那么可爱。那个就是我打电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告诉我啊，就具体我是怎么个绅士，怎么个可爱法？做什么你忘了？你怕我难受，还把衣服借我披上了，这事我还没谢你呢。然后呢？我老公过来接我就走了，他还说改天啊，请你和童宇他们几个吃饭呢。哦，你老公来接你了？哎呦，哦，好，行，没事 ，OK， 我就随便问问，行，那咱们常聚，好吧？好嘞。老公来接他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去，那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还有别人？妈，去，这怎么跟他交代啊？老婆，老婆，这还行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嘴巴怎么了？我事先声明啊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嘴巴之所以会这样，这事还得怪你。怪我？对呀，你老出差不在家呀，我想你呀。那一想你我就喝酒，喝醉了之后我就看着照片，我还仿佛看见你了。我以为你站那儿呢，我过去就要亲你，啪一下磕墙上，完了之后，你看嘴成这样了。编得挺好呀。天地良心，我绝对没编，说的全是实话啊！如果我瞎说的话，我骗你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你看照片。要不要补点药啊？我要自己会好的。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，哇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OK，我先上洗手间啊。好。
是什么？老婆，这我能解释啊，我什么都……天地良心，断子绝孙是吗？够了，向小飞，我刘顺南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，滚！什么东西？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们4个哥们儿出去玩，去山里待着是临时决定的，没有告诉你是我不对，但是问视频我都看了，法文师练得挺好啊。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公，太有面儿了。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4个开着车到山里面去是临时定的，我们车开到一半的时候车坏了，我们下去修车，然后有别人说要不要帮忙，那帮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知道我们是在同一个酒店。够了，向小飞，你别解释了，我听得太多了，我累了，离婚吧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，但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别说了，我喝完酒，我也想过我们将来，我们是别说了。所以说这份离婚协议书是真的，是吗？是。那这样，靠边停车。你靠边停车。好。刘顺南，从咱们俩认识第一天开始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。结婚也是你说了算，跑步也是你说了算。就是离婚啊，听你的。开车。春楠，春楠，春楠。我知道有些话我说的不对，我说重了，我不该说那些话。我们两个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沈南。
渴望像烟火点亮你的夜空。吓我一跳你！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了吧？没事没事。我认识你吧？你是郭老二的学生啊，在那个病人大赛我见过你啊。是不是觉得很巧啊？空虚公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叫空虚公子啊？柳飘飘？不会吧？你再大点声，全书店的人都知道我是柳飘飘了。不是这么巧吧？是不是你一直都知道啊？郭老二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郭老二，你是说郭老师吧？对啊。从你走进我们这个店之前，我不知道你是空虚公子。郭老师呢也没有告诉我你是空虚公子，而且郭老师也不知道我是柳飘飘，是你自己跟我说你坐在一个长桌旁边，你傻了吧？不对呀，这问题是，你要是郭老二的学生的话，那你才多大呀？那不一个小姑娘吗？这肯定没谈过几段恋爱啊。你给的那些答案够专业的呀啊！我身边也是有朋友的，他们的情感问题都是我来解决，我是针对你的问题给你分析，怎么样？真是没想到，整了半天被一小丫头骗子给套路了。什么叫套路啊？我这叫雷锋精神，而且我何必套路你这大叔呢？哎，冷静啊！什么大叔大叔的，别大叔大叔的叫啊！你跟郭老二是你跟郭老二，咱俩单另。你俩到底要干嘛？别卖关子了，2个字儿：创业。刘总您好，请您谈谈对现在年轻人自主创业有什么看法？创业不易，并不适合每一个人。有时候早早放弃还可以另寻出路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不是适合每个人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有你行，别人都不行是吧？行，我当让你看看，我到底行不行？但如果你已经做好了，承担痛苦、挑战困难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成功的话，那你就不要犹豫，勇往直前吧。因为创业不是近在眼前的选择，它注定属于远方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你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、汗水、泪水、血水，与你共在。这什么情况呀？为什么不能租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向先生，是因为集团呢，这个周呢才决定提高出租的价格。我之前跟您报的那是以前的费用，真正的价格比之前报的要高出1倍呢。向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哦，刘总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下午就向您汇报。好的。喂，刘胜男，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一边跟我说要坚持创业，对吧？道貌岸然的说，另外一边跟我说要抬高租金，把我逼上绝境。不是你要干什么 ？OK， 你真要这么做的话，没问题，好吧？你这招挺高的，挺绝的，你好自为之，你好好保重啊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成功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4大天王蛋糕。谢谢老板。谢谢啊，拜拜，下次光临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请问还有4大天王吗？不好意思，4大天王系列最后一份被他们买走了。我们有上下课系列，你需要吗？也很好吃的，我保证。哎，等一下，靠边停。那是他吗？啊，是向先生，是向先生开的甜品店，有1个月了。我看您开会忙，就没和您说。
过得挺充实啊。可我女朋友今天生日，她就想吃你们家的四大天王。我从闵行那边坐地铁过来的。OK， 这样我想办法，您稍等啊，稍等。刘总，您今天还开会，您看你的午饭怎么解决？要不，便利店随便买一点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个本来我可以私留了，但给您。谢谢老板。宝马，以前我有女朋友，不过，算了，没什么。祝你幸福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啊。哇，还有这么多人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的蛋糕卖完了，下次再来吧。一块都没拿。对不起啊，那个这蛋糕卖完了，明天可以早一些来，我们尽量多做一些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拜拜。哇，你这干嘛去？我给隔壁串点的老板去送蛋糕。OK， 妥，拜拜。单先生，哎，生意不错吗？还行还行。那您二位聊，我去送蛋糕。艾米，你过来。老郑，您来是找我？哦，我买点蛋糕。哦，买蛋糕啊？对。那个是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。这是老郑，这是艾米，我的 partner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这蛋糕一会儿给别人再做一份，这个给他老朋友。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那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多少钱呢，先生？不用钱了，这还给我钱呢，请您吃了。那谢谢，我走了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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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等会儿没走远，那你着什么急？拜。现在送客都是这么送的。那可不嘛，品牌形象你忘了？微笑，笑起来。刘总，您的甜点。你还需要喝点什么吗？再给我拿杯酒吧。今晚我说的话，其实不是说给他们听的，而是说给我自己。
那么久以来的迷茫和纠结，被我骂清醒了。我能放下吗？开始我觉得我能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我发现我似乎不能。可放不下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欢迎光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吃蛋糕啊。这蛋糕卖完了。四大天王还有吗？卖完了。那就给我来一块文艺委员吧。哎，有，马上。我坐那儿，谢谢。你今儿过来是想通知我开庭时间的吗？那天老郑来给我买了一块，觉得味道还不错。今天正好路过，又是饭点儿，亲自来尝尝。几个月没露面了，说来就来。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顾客，来消费，需要通知吗？我不是让你通知我，不是这意思，你别误会我。我只是问你，几个月没见你突然过来，是不是有事儿跟我说？我在问你什么事儿？买单。哦。你是要支付宝还是微信？都可以。我看您是我们店长的朋友吧？这蛋糕也没吃几口，是味道不满意吗？你们蛋糕做的挺漂亮的，味道也很新鲜。美中不足就是余味不够，也没有什么惊艳之处。没关系，加油！哇，哎，这姐姐谁啊？我头一回看一个人微信零钱能有这么长。这姐姐来头可不小，跟你解释啊，怕吓着你，算了吧。我前妻。拿什么啊？还那么惊讶干什么？不让我离婚？我惊讶的是，他怎么能看上你呢？哎，我们也诧异呢。你俩是不是把正事给忘了？啊？不是在干活呢吗？啊！过来，端过来。嗨，你吓我一跳，老郑。向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没和你打招呼就来了。啊，没事。我今天是为刘总来的。哦，您说，什么事？他今天到店里找过您，想跟您说件事儿，是老爷子的事儿。老爷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老爷子挺好的，他是想请您帮个忙，明儿嘛，老爷子过70大寿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下回你这种话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啊？这会儿打什么逗号呢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不过这实际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跟刘总
离婚了，这忙可能帮不了吧。可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哎呀，老爷子身体你也清楚啊，他其实也记不得。不，向先生，老爷子他记得你，他每天都提起你。对不起啊，这忙我可能真的帮不了。向先生，您知道，您如果不去的话，刘总在全家和全公司面前，他可是最要面子的。哼，他要面子，我还要面子呢，可真兜了去了。你没搞清楚啊？是他求我帮忙，是不是应该过来跟我说，亲自来跟我说呀？让您传什么话呢？可真的。向先生，刘总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哎，老郑，那个，对不住您啊，这个我帮不了，您请便吧。哎，向先生，对不起，您请便。不是，向，对不起啊。刘总，礼物已经送到老爷子的书房了。另外，300套给参加宴会客人准备的定制瓷器礼品也已经到达了会场。米其林的厨师团队也做好准备了。今晚的会推到明天吧，我怕我晚上状态不好。我想我应该没有来晚吧。今天老爷子大寿，这都几点了？你还在公司待着，心可真大呀！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这有些人呐，这到我店里来，明明是要找我帮忙，有话跟我说，但是来了之后呢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哼，真也是搞不懂，这不像你性格呀。这么热情相助，也不像你的性格。行，那彼此喽。向先生，男士礼服也准备好了，您要不要试一下？哎呀，都挑些什么样的衣服啊？你也很清楚的，我对衣服的款式比较挑剔的。要是不好看的话，这衣服我可不穿的啊。怎么了？谢谢。不客气。行了，走吧。走。哎，爸怎么先到的？哎，爸，小飞，看啊，这儿折这么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两边拉一下，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是小飞厉害那可不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我都吃饱了。哎呦，这早高峰、晚高峰很堵的。您是很久没有工作了，您不知道。我还上什么班啊？嗯，现在是你奋斗的年代啊，我也该歇歇了。你想把我累死？哎，我真不敢把您累死。是，您说的没错，该我忙，该我忙啊。我来行不行啊？啊，盖着啊。乖。嗯。
乖什么乖啊？不乖。我又怎么了？你多久没有来看我了？盛楠工作忙就算了，你呢？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。哎呦喂！爸，我1个月来看您4次，你还是不记得我？你1个月看我4次？他有那么好的心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他谁呀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小飞呀，要不咱爷俩走一个？爸，您不能喝酒。你胡说什么了？第一，谁是你爸？第二，谁说我不能喝酒啊？啊？哎，我今儿说个公道话啊，咱们这么着吧，今儿啊，这我喝酒，您喝茶，好吗？这样行了吧？好啊，非常公平。来，走一个。哦，来。今晚有会，晚点回去。你好好在家，要乖。来了。今天公司的会有点多，抱歉。找我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急你所急。你有办法啦？你是圣诞老人吗？小飞啊，我记得我30岁生日的时候，盛楠也就2岁吧，差不多，就这么一点点。他趁家人不注意呢，就偷偷的喝了2口酒。喝酒啊？啊，真厉害！最后的结果呢，喝醉了。他满场的跑啊，跑得非常可开心呢。看来他从小就爱跑啊。盛楠呢？不，盛楠藏哪儿去了？哎，你帮我找找啊！哎，爸，咱不找了，咱不找了啊！盛楠他在，他一直都在。他在哪儿？他一直在你心里呀，是不是？其实您自己知道，在您的心里边，盛楠一直陪着您呢，不是吗？你说的也对，他在我心里。小飞啊，你没当过爸爸，那种感觉你理解不了。你看。
慢点。刘总，您没事吧？向先生，要不我送你去客房吧？老郑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早。这么早醒啊？早。那许久未见，真没想到这见一面这么激情啊！别想太多了，就是喝多了而已嘛。不会影响到你什么吧？影响到我什么？影响什么？那女店长啊，你放心啊，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说的。那只不过是个女店长而已，没有别的关系，别瞎想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以你的效率。我的效率？我什么效率？只有我的效率啊！昨天晚上，谢谢你啊。都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谁谢谁呀？我是说爸爸的寿宴。哦，应该的。不早了，我还要去开会。哎，我也走了。早饭就不一块吃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蛋糕店，最近营业额应该到瓶颈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给你一点小建议呗。一旦饱和了，需要扩张，我建议你开几家连锁店。这饱和要扩张，我也知道啊，但问题要开分店的话，得需要大量资金，这资金是个问题。这不用担心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，我可以做你的合作商。我还是不想让你帮忙，我想靠自己，不想靠你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才去帮你的，我是真的觉得你的那个蛋糕店是笔好投资。还是算了吧。好，走了啊。嗯。要不一块儿吃到？对了，跟你说件事儿，那个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老爷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些事儿一码归一码，行吗？嗯。走了啊。
哎呦，啊，啥时候都能来信息？想吃蛋糕说一声就行了，绕这么大一圈。向先生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刘总呢？哦，刘总他去浦西的发改委开会了。你要是有急事儿找他呀，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也没什么急事儿。那个，我来送这个。您怎么知道？还给送来了？对呀。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小事儿嘛。我受不起啊。受不起。对啊，我怎么受得起？这是你订的？对啊。那个，今天我在附近谈事儿，我正好路过这儿，所以说我就顺道把这单给送了。然后这里面有3块的原因是因为店里今天搞活动，买1块送2块，所以有3块。这块呢是你的，这2块呢你可以给刘总。也行。好的，那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转达的吗？转达，你就跟他说，注意身体，有空的话去店里看看。好的，我都记住了。OK， 我走。好。那个，前半句还是不要了，就留后半句吧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什么前半句啊？一大早的给哪个小姑娘发微信呢？啊，小脸还红扑扑的啊，干什么呢？什么扑啊？天热我热的，我上火我上脸不行。大秋天的热什么热？你把外套脱了呀你！哎，你不要动我啊！你羡慕我年轻火力旺是不是？行啦，别贫了，快点进来帮忙。行。这么巧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我刚送完童宇跟许多，然后送完之后路过这儿就看见你在这儿。哦，那蛮巧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吧。你别多想啊，我是本来给他们做完让他们带走的，后来他们忘了，所以就给你了。好。那走了。嗯。那行。
那我走了，你一路顺风啊。嗯。刘总，这是未来3天您在南京的安排，您看一下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你在我公司楼下不找我找谁？我就随便溜达溜达。那你继续溜达吧。哎，既然这么巧遇到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饭就不吃了，我最近减肥。走走吧。哦，好。那个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咱们好像很少有这么走走路、散散步的时候。好像是。有什么事，你直接说就行。我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。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走走路吗？这跟巴菲特吃饭啊，得2000多万。你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女巴菲特了吧？这么跟你散散步、走走路，其实也不亏。去找巴菲特吃饭的人都是有事情有求于他。你这么说，就证明你是有事儿了。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找你。江小飞，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是我是有些小事想跟你聊聊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几个月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店在大学城附近已经首屈一指了，而且有些小的名气。虽然说表面上来看，整个店经营不错，但是我自己很清楚，它将来的发展其实是有问题的，会遇到瓶颈的。店太小了，蛋糕不够卖了，对吧？对。就你们那个店，凭着李杰森的半手工，一炉出50个，算上加工时间，一天出20炉。也就是说，每天可以达到上千块的产量。但算上大学城附近学生的数值，你们的需求应该是在3000块。如果每块蛋糕售价30元，这样算下来，一天至少少了6万元的流水。而食品业毛利基本50%，因为你们规模不够，一天至少损失了3万元的净利润，确实很遗憾。真不愧是上海女巴菲特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有这样的问题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心里应该有答案吧？开分店的事我确实想过，但是……这样吧，明天我找人找你聊聊。不，你别误会啊，就今天我会跟你说这些话，跟你聊这些事儿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因为你比较有经验，我不是想让你给我投资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我之前说过了，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在上海可以崭露头角，可以把这个店做得越来越好，是通过我的努力，而不是你来帮助我。你是我的前妻，有些事儿你可以帮助我，但有些事儿你不能帮助我。
那个，那边有家奶茶店，还挺好的，要不我去买2杯奶茶？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讲，什么事儿？我说谢谢你啊。谢谢我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帮过你什么？你一直鼓励我，跟我说要坚持下去，要开分店。我现在找到资金了，准备一下开10家。谁投的？思源基金，你知道吗？吴风筝？你认识他？见过而已，是金融圈里的老油条了。不过这一次你遇到狠对手了。对手？不应该是朋友吗？投资人是朋友吗？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恭喜你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我真的没帮你什么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件事我记在心里了。我们俩出来每次都是这么说说话、逛逛街，还没有一块吃过饭呢。要不我请你吃饭？饭就不吃了，看个电影吧。你喜欢看电影啊？主要是想堵住你的嘴。走吧。有那么好笑吗？不好笑吗？你看懂了吗？电影挺好看的。你喜欢就好。
最近你喜欢看电影之外，还喜欢看书啊？你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？你看到我包里的书了？我拿纸巾的时候无意间看见的。我怀孕了。去过医院了吗？确定了没有？你说呢？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，但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也没必要骗你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以后不要随便乱翻女人的包。走了。刘女士，从这个检查报告来看啊，你的这个血压方面还有些问题。如果拿掉这个孩子的话，会有什么伤害吗？那当然了，虽然现在孩子没有足月，但是只要是流产，对孕妇的身体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不可逆伤害啊。大夫啊，能不能跟他说的再具体一些啊？你是他先生吗？对。这么说吧，听大夫说话。从这个检查报告来看，刘女士的身体状况指数有些虚弱。考虑到她的这个年龄，如果这个时候把孩子拿掉，以后自然怀孕的这个机会啊就会降低。总之吧，作为医生，我想请你们负责任的考虑一下这件事，好吗？行，谢谢大夫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能你觉得很淡定，但是我淡定不了。我不明白，这事儿你不紧张的吗？紧张有用吗？难道我要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哭闹不停，来问你该怎么办？夏小飞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。我没有说你为难我，我没有说这个话啊。我只是想问清楚，你真的是想明白要把这孩子打掉吗？难道有别的选择吗？这件事情非常突然，它不在你的计划范畴之内，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或者换句话说，你我都不在彼此的计划之内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不顺路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听我说完。我知道我要勇敢，我在努力的做，让自己更加勇敢的去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问题虽然如此，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生命，而且跟你我有关。我很体谅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咱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？生下来说的容易，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把孩子养大，把他抚养成人啊。让他在一个父母不全的家庭里长大，就跟你一样。爸爸家住2天，妈妈家住2天，居无定所，放养成长。然后长大变成一个对家庭、对责任毫无概念、一个金玉其外的空虚先生吗？向小飞，你自己刚才也说了，他是一个生命啊！
我们不需要同情和怜悯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，这样才有接待他的资格，懂吗？但是现在的你跟我都没有。像你这样的情况啊，做手术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。先生，先生，这里是医院，不可以大声喧哗。对不起，我要找你们这一患者，叫刘胜男。啊，已经进去检查了。她是我太太，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要把孩子打掉，你帮我劝劝她行不行？你先坐着，行，等一下，帮我劝劝她啊，谢谢。是来，来，我拿。哎，我拿。这里是医院，那么大声嚷嚷干什么？谁是你太太了？做个 B 超而已，至于那么紧张吗？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。所以你还没做是吧？约在后天了。那个你等会儿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让我扶着你点吧。你现在身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特殊时期走路能不能慢一点？我知道了，我是要赶回去开会，包给我。虽然工作很忙、很辛苦，也很重要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关于孩子的问题？能商量出个什么结果呢？夏飞，你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情了，问了也是给自己添堵。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会解决好。咱们复婚吧。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复婚吧。如果咱们俩复婚之后，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，他会有爸爸，他会有妈妈，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，他会很健康的成长。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复婚？对。婚姻是我们俩之间的事，跟孩子无关。你的复婚，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你心中的内疚，却不是为了我。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会。我跟你说出复婚这个事情，我不仅仅是为了孩子。最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也想了很多事情。我很了解你。你因为熟悉而厌倦，又会因为有距离而又产生新鲜感。但是过了半年、1年，又会因为孩子的出世引来一系列的麻烦，而又产生厌倦吗？然后呢？再离婚。我不想再这样。向先生，向先生，刘总他真的不在公司。向先生，刘总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和姐姐们一起乘风破浪，好爽！让一些男人们去见鬼去吧！
哎呀，这生活真好呀，就是绕不开手机。许多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给扔出去啊？我们来干嘛了？就是要抛开一切，抛开男人，享受我们自己的快乐。哎，好吧，扔了。我这让他们透露点信息也太难了，这越着急越找不着啊！哎呀，今天要是再找不到的话，明天也许这姐们4个就去别的地方玩去了。我就想不到我跟雪豆第一次见面在这儿，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哎，又见到你们了，又来玩了。这就是当初在三亚追得我死去活来那保安，又来追你女朋友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看到我前女友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女朋友。我看见了呀，还是我接待她入住的。在哪儿啊？现在，他们应该在 Happy 吧 ？Happy。冷的风，黑的夜，看又是凌晨3点，存了一整天疲惫，错过了末班车，把自己灌个烂醉，反正我无家可归。也许我们愿相信可能，拼到了最后，可能也只有可能。难道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，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？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千万个孤独的灵魂，至少我们还有我们为了彼此奋不顾身，至少我们还有我们奋不顾身，至少我们还有我们奋不顾身。再来一首嘛！你们的掌声不够热烈啊！盛楠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承认我不能算是一个好男人，也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但是我想过，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一个好父亲，我能做到这一点。之前我记得你问过我，你说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心里有内疚、有亏欠？其实不是。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你。我也做好了决定，这一生都好好照顾你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，
我这个手上有一个戒指的印，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，在余生把这个印填上。还有节目。盛楠，我们复婚吧。戒指。啊不，这个事儿有蹊跷啊！不仅仅是蹊跷的问题，我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来的太匆忙了，所以我们没带。但是我们有。去，你去！要不喝杯酒吧？来，酒我戒了。嗯，为了孩子。哦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会成为一个好父亲。我会兑现我的承诺。话不多说是我的习惯，但是最后了，那我就多说两句。你们是不是有点同情我？我这样一个女人，摊上这么一个好男人，我们的故事确实不搭。庆幸的是，最后他还是搭上了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而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。兜兜转转，一点一点，变成最终的浪漫。他一天上2种课，忙得压根儿不可能再有泡妞的时间，这样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而我安静地等待着家里的新成员。老公，今天学习和工作怎么样？那必须是精神肉体双丰收啊！啊，分手？啊，哪儿分手？爸，你听错了，双丰收，丰收。哎呀，吓死我！你说过去的人呢，一过就是一辈子；说现在人呢，动不动说离婚就离婚。哎呀，你们要珍惜呀！知道啦。踢我了。现在啊，到了我们的故事。我们4位走过了30而立，走向40不惑的先生们，终于走上了各自想走的路。但是，我们兄弟4人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却没有忘记，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婚礼。曾经，我们止步不前，随后，我们又忘记回看。如今，
我们终于看清了方向，走向最初的那个自己。这就是先生们的故事，也是一首献给新中国、新时代所有人的长诗。我们和你们一样，肩负着生活、事业、金钱的重重压力，不由自主地变得成熟、稳重，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叔，不再像当年的自己。曾经的青春和梦想的激情被一点点剥夺走，打心眼里不想长大的我们，似乎无能为力。然而，人生却永远在自己手上。只要你不忘初心，保持梦想，拥抱生活，珍惜所爱，你就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自己。我们会为了梦想不老，为爱而长大。先生们，请立正，继续向前走。